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经典游戏《西游释厄传》。今天是第3期，也就是最后一期，咱们要使用龙语来攻略最后的3关。最后的3关 BOSS 是比较多的，所以流程方面也很长。以后呢，大家就不能说我时间短了，我也可以一期视频做半个小时左右。能屈能伸吧，伸缩自如属于是。本关是狮驼岭，这关其实很奇怪。本关的3个 BOSS， 大鹏、大象还有狮子，最开始出现的竟然是大鹏。其实按照剧情的设定，大鹏应该是最强的，最难对付。BOSS 出现了，大家看他的血量并不多，大概是2/3格，而且他起身的时候吃你的招式，所以说就可以趁着满气的情况下对他进行压制。我的气槽掉下去了，但是他的血量也不多了呀，有一个 AB 还 A 空了。因为刚刚我击倒了一个小兵，把 BOSS 砸倒了呀，这样就打完了。游戏当中本关3个 BOSS 的实力应该最弱的是大象，然后是大鹏，最后是狮子。狮子是真心的难打呀，狮子那里最关键的是时间不够。在关卡的设计上，大象这里的时间应该也是十分紧张的，但是这里设计了一个场景的转换，解决了这个问题。但是狮子那里就没有设计，而且狮子的血量也非常多，以至于当年最开始接触这款游戏的时候，一些小伙伴怀疑这个地方如果单打的话，可能是必须付出一条命的。这里是不用抓紧时间的，但是一会儿到了狮子的场景，就要争分夺秒了。我为什么说大象比较简单呢？是因为大象跳起来做人的时候，它坐到地上才会出现攻击的判定，落下来的途中你可以平 A 也可以跳 T 都可以。而且大象起身也吃招式，所以咱们就可以通过集气在角落对大象进行压制。自古武功出墙角啊！他出现了，跳踢，然后接一个波动。其实我还是习惯说超杀呀。气没了再续，起身就踢他。这一下我好像砍错人了呀，但是大象跑了，切换了场景，这样时间就重置了。但是我的气槽没有了。我估计大象这次机会进来就出不去了。看一下几条气能把它干掉。每一条气大概可以打它3到4下。这里跟大家说一下，蓄气的按键我设置了一个快捷键，快捷键就等于 A、B、C 一起按，所以说蓄气还是比较方便的。但是当年蓄气的时候，很多小伙伴经常按出 AB， 你可以 B 和 C 先按，然后再按 A。他血量不多了，这家伙真的是好打呀。
好的，带走。一会儿看一下给的道具。另外进门也要选一下，进门是有一套规则的，大家可以了解一下。进错呢就会被炸。这里又给了一把白云刀。啊，不对，火云刀。我为什么说白云刀啊？这个场景就要抓紧一点，时间不是很够，因为需要一镜到底，然后打一个青石怪。而且这个场景是有一个彩蛋的，就是这棵树，咱们先 A 它9下，然后放一个定风珠。这里应该是爆出了12把扇子，非常多。但是这里我说一下2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是这个地方原始的版本可能会引发卡关的 bug， 就是咱们就卡在这里了，就过不去了。那是因为咱们攻击树的数量不大对，可能你打了11下或者是几下。另外呢，小龙女使用火扇的威力实在是非常的有限啊。好的，这里去打 BOSS 了，争分夺秒啊！青石的血量非常的多，1格半还多。打出一把噬恶剑。上面的蛋里边应该是一个回血的道具，后面的石雕像里应该还有一个人参。昨天有小伙伴给我留言说捡人参的话掉时间啊，这个我真没有注意啊，有这个元素吗？始终没有注意过。还没出现读秒，读秒的话就是10秒了。10秒钟咱们大概能够打他1/4格的血。这个货变身了，我需要 AB 了。不要在意血量啊，如果你的时间不够了，那是整个一条命就没有了。所以说该 AB 就 AB。我的气槽在关键时候竟然掉没了。放一个火云刀，鸟还没开始毒。好的，最后用葫芦把它吸死了。这样的话，我的葫芦是没了呀。我这里出现了2根人参，倒计时还是出现了。倒计时这里其实是很坑的，如果你把 BOSS 打死了，他的倒计时还往下走。如果走光了，咱们还是不对，怎么说呢？时间走干净了，不是走光了啊，是走干净了，咱们也是会废一条命的。但是有一个例外情况，就是最终 BOSS。刚才打完 BOSS 之后，时间大概是往后又读了4到5秒吧，但是最终 BOSS 的话只读1秒左右，因为毕竟游戏已经结束了，读秒已经没有意义了。本关是老鼠逼魂记，这是来硬的呀。女儿国国王那里是来软的。圣僧确实有定力啊，这如果换作是我的话，就软硬通吃了。啊，不对，换作是我的话，我都到不了这儿。大叔取经未半，而中道领证，大概就是这个结局。所以我对自己还是有一个比较清晰认识。我的血量终于是满了呀！单人玩的话，没有多人过关回血那个福利，所以就只能靠自己啊。我的道具现在留的科不科学，对不对？我心里也没一个准确的概念。但是游戏已经进行到这儿了。
再想攒什么道具的话，来不及了，就只能打成什么样算什么样。又来了一碗白米饭，我血什么时候掉的？我感觉我满血的状态维持不了啊，每次满血了就会被打。这次我注意一点。所以这些怪都是小耗子是吧？小老鼠，小杰瑞，哇，这里好多只！来一发火云刀，唐僧在喊救命了。本关的时间就比较充裕，不是主要的矛盾。BOSS 那里我记得也会切换一次场景。我怎么又挨打了呀？好像是不小心抓到人了，出现了一个硬直，然后就被坑了。老鼠尾巴应该能打出一把火云刀。尾巴是真大呀！这里小心移动范围，如果不小心被扫到了尾巴里边，超级的疼。我发现每一个回血道具给的都恰到好处，都是我挨打之后给了一个，吃完之后再挨打。这尾巴也太慷慨了吧！如果有血条的话，也是半格左右。又出了一把白云刀啊，不对，火云刀。已经来到了婚礼现场，这就是大厅啊！抓紧时间吧，一会儿来不及了，救师傅就救晚了呀！我身上的道具栏现在好像还比较富裕，因为游戏进行到倒数第2关了，该放的也差不多了。老鼠精这个 BOSS 说难不难，说简单不简单。难度主要就来自于第2个场景，还有一个全屏爆炸的一个技能，而且攻击的判定很强。但是咱们可以通过卡位来逃课，因为墙角那个位置你能打到老鼠，老鼠打不到你。等它放爆炸的时候，你就缩小或者是 AB。基本的打法就是这样，不要追求用超杀来打了，危险性比较高。觉得机会比较好，可以偶尔放一个。这个地方不停的在出老鼠啊！我记得当年和悟空联机的时候，悟空就用空翻来摊分儿。田鼠王，老鼠的尾巴怎么还在呀？师傅在那儿喊救命，但是没人管啊，还是打 BOSS 重要。好的，这里就是本关的决战场。这碗饭我应该是不吃了。就在这个位置，老鼠起身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，
一定要贴着屏幕的上沿儿。这招不是爆炸，这招好像是吐口水一样。不要贪大招，尤其是现在对面有很多的小兵。如果你一个大招打在了小兵的身上，下来有可能被老鼠咬的，超级疼。这里咱们有气就变小，没有气就 AB。放了一个雷电级保命 ，BOSS 的血量不足一格了。继续在这里猥琐的打他呀！ A3下还是比较疼的，这一下我没有气啊，只能 AB 了。吐口水不怕，这里我把气留了一口，等他放爆炸的时候再蓄满，再变小。变小这个无敌时间不算长。 但是后面也可以用来躲最终 BOSS 的大招。老鼠的血量不多了，稳住，时间是足够的。刚才出去浪了一下，回来的代价就是 AB 了。出去浪没有蓄气，这一下没有干掉他 ，AB 带走了。 雷电戟玄冰斧，这样的话，咱们就要进入最终关了。最终关就是身上这些资源，再加上打完 BOSS 之后给的几个大型的攻击道具。老鼠精看起来还是挺有货的呀，一只大白老鼠，又白又大。 最终关了，3场 BOSS 战。最终关这里我记得对面有一种小兵，可以变成牛顶人，他顶人的时候有几率秒杀的。我记得大概是这样，好像就是这种，而且他顶人的范围还挺大。但是这个概率具体有多少，我是不大清楚。 这个场景首先打牛魔王，牛魔王的血量不多，但是这个牛魔王应该是非常的敏捷，上窜下跳的呀，可能是被他的结拜兄弟给传染，跟猴子一样。出现了，他的招式的攻击范围也很大。 用塔来压他，但是我这个塔的攻击力呀、真的是一言难尽。离这2只牛远一点啊，万一被顶到挂了怎么办？反向的超杀打到人了。 好在这里的时间够，可以和他周旋。目前来看，打得还算顺利。被小兵打了2下 ，BOSS 都没这样打我呀！你过分了。3下，刚说他过分，他就打我脸。 塔在这里就全扔掉了。魔王的血量不多了，还是墙角比较好。但是这家伙跳出去了，哇！刚才这记超杀的伤害很高啊，还是之前我没注意啊？打他是真的疼。
第二个 BOSS 我好像有几个镜子，还有火扇。火扇的伤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。刚才这个塔的伤害有点突破我的认知了呀。我记得龙女使用一些道具的时候伤害低，但是也不至于这么低，感觉就是一个下跳的血量。雷电戟用掉吧，这里是3头牛啊！又来了一把。被顶到好像也不至于马上被秒杀的，这个是不是一个 bug 呀？后面的版本不知道有没有修复啊？因为我玩的版本比较早，后面的版本就不大了解了。是一个气，火龙，我们站位不能太往下，也不能太靠左。镜子有，但是这个镜子的伤害看起来十分的感人啊。时间应该还够，毕竟火龙的血量只有1格。如果他不放什么大招的话，咱们就使用超杀来打。还算老实。我的半格血已经没有了。缓慢靠近我是最喜欢的了。我打的就是太小心了。啊，这里被抓了一下。我一个超杀竟然送上去了。还没有倒计时，还能再磨一磨。这点血量，一发射箭。看这个分数，大概通关之前讲不了命了。游戏的最后一个场景，这个场景最讨厌的地方就是它不切换了，导致时间不是很够用。因为最终 BOSS 的血量太多了，2格半还多，而且之前呢它是有几波小兵的，我的无影刀又没有了，所以这个场景主要就是效率问题。如果时间走完的话，就需要付出1条命的代价。而且最终 BOSS 这里其实有些时候需要控血，打到一定的血量，如果你总是放这种大型的攻击道具的话，它就会隐身，然后用吼来打你。2格半还多的血，咱们就多用大招来打。最终 BOSS 还是比较吃跳起来下前 A 那招的，因为控制的范围比他的 Y 招要广。通过他吼叫的声音来判断他出的是什么招式。最下方的1条血清完了，现在是打第2条。牛神吼的时候，咱们可以放火云刀，一方面可以利用无敌时间来躲吼，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火云刀攻击的尾巴来造成输出。血量大概剩1.2格，第2格也要没了。最后读秒的时候，咱们大概能够带走他1/3格的血。开始吼了，变小躲一波。
血量推进到了最后一格，打的效率还可以，鸟还没开始读，又吼了，吼是最耽误输出的呀。尾巴收了一下，可以多用 AB 了。还是那句老话呀，如果时间不够的话，多少血都白费。牛神吼的时候，之前它消失的半屏，就是它下次出现的位置。时间开始倒计时了，这个家伙又吼了，咱们大概还有一次机会带走它。一个下跳，好的一个超杀，时间还有3秒，但是最终 BOSS 的读秒是比较迅速结束的，0秒消失了，0秒通关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《西游释厄传》112版使用龙女通关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